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你们不得好死！你们不得好死！哎呦，整死你！还有菜呢！停！老乡，现在粮价什么价格了330文！330文，涨得可真够快的，不过也差不多到顶了。继续啊！刷胡子啊！滚出来！下来！不得好死！老娘还真是欠你的。李云和，明天午时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你就自己给我滚出去，别把你惹的祸事牵连到周家来。明日午时是吧？问题不大。如今凤城的所有河道码头都已经被运粮的商船堵满了。哼，那粮食全被镇南侯府买走了，百姓根本没饭吃。没粮食就饿2天呗，全当减肥了。喝不喝茶？你还有心思喝茶？现在院墙外面民怨冲天，你真是一点也不着急啊！看来你是后悔没有早点把我赶出周家。你放心，我会承你这份恩情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有赚钱的机会，我都带着你啊！疯了，你跟周新玉全疯了。哎，明日午时之前，对吧？如果事情没有解决的话，我会自动离开周家。到时候，还希望你不要难为小鱼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哎，对了，帮我给官府带个话呗。我们的小赘婿在做什么呀？回陛下，李公子闲赋在家，喝茶消遣，偶尔爬墙头跟外面的人聊聊天，收集点烂白菜。有趣啊，有趣。州府门外想打死他的人没有100也有几十，他居然还有心思爬上墙头，跟别人聊家长里短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他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样子？皇兄，你说他隔三差五的爬墙头，该不会是在打探民情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他在打探民情了？要不是州府这几日疯狂的对外施粥送粮，百姓怕是早就冲进周家了，并且这种情况也维系不了多久。我就赌他没事儿。他有事没事儿，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？帮帮他。少跟我来这套。我已经投入了大量钱，可是粮价依旧是居高不下，民怨冲天。我没有把他五马分尸，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。陛下，这是州府对外的信，太守府与我们都有。即刻准备告示，明日辰时发布。有京师赈灾粮送达，官府开仓放粮，可解当前灾情。明日，京城的赈灾粮没那么快送达吧？他不过是想借官府之手，再稳一波民心，不过是死得慢点罢了。哎，等等，赈灾粮到达，官府开仓放粮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奇才，奇才啊！快看看李云和信上写的什么。陛下就2字：卖出。哪怕是折价，也要全部卖给镇南侯府。是。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滚出来！你滚出来！出来！你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出来！林和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畜生！林和，你居然还有脸睡觉！把他给我撵出去！哎，别碰我啊！哎，别碰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表妹，你干嘛呀？你到现在还护着他，就是因为他，你看周家都沦落成什么样了。别吵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现在是午时，午时已到。哦，春香，外面的百姓散了没？之前离开了一些，现在又聚集了不少，而且越来越多。看来是时候出去走动走动了。不行，我不许你出去。放心，
我不会有事情的。你回来！自古以来，英雄总是需要承担一些误解，而我李云和此时此刻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林和，你回来！你别出去！林和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林和，林和，出来！你出来！滚出来！出来！李云和，滚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滚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李云和，出来！你是千古流芳，还是万世骂名？我李云和一肩担之。李云和，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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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李云和，你别开门！滚出来！你出来！李云和，滚出来！李云和。不是，这谁干的？恩人不是喜欢白菜吗？这不又送来一份。李公子恕罪，前些时日误会你了，没想到你才是为我们着想的人。恩公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骂得最难听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周府能有恩公这样心系百姓的贤婿，这可是周家的福气啊！是这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起！哎，大姐，现在梁下什么情况？官府现在开始赈灾，皇帝陛下又派了赈灾粮过来。现在市场上卖粮食的人太多了，粮价又掉得太快，刚刚听说又掉价了，5文钱一斗。5文钱？啊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大家伙儿都有足够的粮食吃了啊！有机会一定多多支持我们周家的香云纱，好不好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周家的生意我们一定支持。现在粮价这么便宜，肯定要支持恩公生意啊。那就好。恩公，收下，这是我弟弟的，请你了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还是我拿着呢。恩公，够了，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姑爷做了什么？怎么会是现在这种局面？今日粮价5文一斗。这么便宜啊！5文一斗，这个价格，今天粮价5文一斗，多亏了李云和，太好了！李云和可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李云和太好了，这他是我们的恩人。哎，给我来点儿，我们也要。哎呦，好便宜啊！给你。民怨被平息了，那太好了。李云和不用死了，周府也没事了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雨姐，小雨姐。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最近操劳过度，休息休息就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多谢大夫。春夏，替我照顾一下小鱼，我出去一趟。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要钱。这凤城太守倒也是个妙人，本以为要我们兄妹敲打他一下，没想到他真的按照李云和说的去做。事关百姓的生计和自己的乌纱帽，他自然会积极配合。看来朕还是低估了李云和的气魄。百姓怎么说？先前太守怕背锅，在发布告示的时候就说是民间奇人李云和的计谋，现在全城的百姓都已意识到是李公子的手笔，他的声望一浪高过一浪。他的声望倒是有了，镇南侯府可是被他给坑惨了。朕倒是好奇，那镇南侯府的世子会怎么收拾他？哎呦，砍了！把他拖出去砍了！世子息怒啊！世子息怒，息怒！镇南侯府所有的钱都赔进去了，
330文一斗，买进的币，现在只值3文。你告诉我，怎么解读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朝廷的赈灾粮这么快就要来了呀。世子，这赈灾粮从京师到凤城这么远的距离，这么快，这应该是假消息。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？谁发的官府告示？不会提前告诉我吗？渡口上全是运粮的船，朝廷的赈灾粮下没下来，分不清，根本分不清楚啊！这世子，这粮价涨得太凶，那太守可能是扛不住压力，所以放假消息来混淆我们。他扛不住，就要我征南侯府来扛吗？世子，千错万错都是那个李云和的错。没错，没错，要不是李云和给官府出了这个馊主意啊，根本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。对，好得很，李云和，你给本世子挖了这么大的坑，害得我镇南侯府所有的现银全都赔在这场粮战当中。给老子等着！世子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咱们仓粮已经堆满了，外面还有粮商等着把粮卖给我们呢。哎呦，这需要我教吗？之前高价卖给我粮食的，让他们退钱。可这样的话，这南侯府的声誉有个屁用啊！本世子的钱，他们赚300文，那我赚什么？都说了别去买粮，你们非得胡乱去收购。现在粮价崩了，你们囤这么多粮给谁吃？公子息怒，我们也没想到啊，这大好场面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之前叫你们去救济灾民，现如今粮价一崩，哪儿还有灾民？完了，这粮要烂在粮仓里，罪过。公子，那我们损失的钱……还谈钱的事？我现在得去找李云和，赶紧把这批粮搞出去。要是烂在粮仓里，我谢家的名声全完了。公子，李云和求见。周兄，怎么样？赚到钱没有？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，55分。我说周兄，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李云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呢？给我坐下！兄弟，我承认这个55分成的确是过分了一些，可是这做生意，这本来就讲究打个信息差，要是没有我这个幕后操盘手，你也挣不了这么多钱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你忘了自己在空手套白狼呢。这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这55分成，这之前不是你提出来的吗？你确定？林云和，此事若是能成，镇南侯府肯定会因为你这一波操作才是颓靡很久。在此期间，世人猜忌，民怨沸腾，你顶不顶得住啊？有的时候，英雄总是需要承担一些误解的。公子，此子为了黎民百姓，背负千古骂名，真乃人中豪杰。李云和，此战若是能胜，我赵云卓愿与你结为兄弟。云卓兄，
结为兄弟这种没用的事情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如果事情能成，赚到的钱分我一半即可。哼，那的确是我提出来的，可你不也没拒绝吗？动动嘴皮子就想分走50%利润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4成总行了吧？2成，哼，我还要不要？周兄，3成，这是我能接受的底线。我真用钱。你就真不考虑考虑和我结拜的事？哎，你别扯这些没用的，咱们亲兄弟明算账啊，不整这些虚头巴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有挣钱的机会，我还带着你啊。李云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一场造化？不是能错过什么造化？我跟你哥结拜，是能封我个一字并肩王，还是成为皇亲国戚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说话的份？给我坐下。哥，大人说话，小孩老插嘴。兄弟，这3成是现钱还是银票啊？答应你的，我肯定会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卓兄，兄弟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兄弟玩脑筋是不是？2成总行了吧？没有，1成行了吧？不是我不给你，是这钱啊，我留着有大用。你有什么用啊？天王盖地虎，宫廷玉液酒，我去年买了个表。这不是穿越者呀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朱兄，你真没钱啊？没有。哎呦，唉，结拜就结拜吧。你认真的？你说的啊？二弟，大哥，苟富贵，勿相忘。来，行了，你忙着吧。这就走了啊？回来吧。这个李云和，我一定要把他阉了，带回宫里。唉，这辛苦了一天，啥也没捞着。李云和，我终于找到你。谢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有个赚钱的门路，风险很小，利润很大，不知云和兄想不想一起做呀？风险很小，利润很大，这么好的事情，你自己怎么不去干？既然云和兄是聪明人，那我也不和你绕弯子了。我家的商船通过皇家认证，通航四海。你那香云纱的生意，我可以助你畅销海外。啊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皇家御贡取消了，可海外可从未见过如此高端的产品。那谢兄，这代价是什么呢？我那批粮烂仓库里，还请公子赐我一法。你是想卖掉还是怎样？钱多少我就不考虑了，主要是烂在仓库里，有伤天和。看来谢公子这边的情况确实挺焦灼的，请公子教我。我倒是有一计，这样吧，你把所有的粮运到各地受灾处，免费发放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魄力？这可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免费送给穷人。但利从何来？你先按我说的去做，其他的再说吧。去，把仓库里的粮食运到各处受灾的地方。是。你可知这次凤城的粮价之战，连云河帮朕赚了多少？
这么多？这些钱至少有60%来自镇南侯府。这镇南侯府可真有钱。镇南侯盘踞凤城多年，家境殷实实属正常，但这么有钱，朕就得提防他，是不是想谋反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如果当富可敌国的镇南侯被宁王拉拢，并且承诺让镇南侯的爵位变成镇南王呢？陛下，京城800里加急送来的密报。孙丞相死了。陛下，我们是否要即刻启程回京？先不回去，我要在凤城等一个人。谁？孙丞相的孙女，薛冰秀。好一个凤城太守！库府里早就没了官银，却依旧伙同李云和四处张贴告示，瞒着我镇南侯府抬升良价，简直没把我镇南侯府放在眼里。我觉得这件事中，除了凤城太守，李云和应该还有其他同伙。没错，世子，我们查到这次粮战，周家几乎所有的铺子都参与进来了，而且投入的资金也很多。周家是吧？赚钱赚到我镇南侯府头上来，简直不知死活。我觉得这件事里中，除了周家，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参与。毕竟只有一个周家是抗衡不了镇南侯府。这件事我还在查。废物东西！京城那边来的密信。世子，上面写了什么呀？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再查不到针对我镇南侯府家的人，提头来见。是。孙丞相死了。哦，可是那个3朝元老2代帝师的孙丞相。而且孙丞相的孙女薛冰秀已经带了先帝的一份遗诏，潜逃入了凤城，现在就躲在春风阁。走，看看去。各位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！今日双皮奶特惠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美妙滋味。现在购买还送锅仔糕1份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来，尝。给我来份，太好吃了！我要来点，我要。别急，让一下。趁着我的店，他就卖这个。哥，这双皮奶太难抢了，我好不容易抢了2份，你快尝尝。我从来不乱吃东西。给我买的我必须支持，我全要！我来的！哎，别抢，不有队啊！再给我来一份！我先来一个，你先别急，全要了！别急，你快给我打包！我说了哈，每人限购2份。我上有8尺老母，下有8岁小孩，那卖我6份不过分吧？不行，每人2份，只能2份。红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那就2份。那我就2份。让一下。这么好的名声，卖这个东西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不允许你诋毁这么伟大的产品，这真的很好吃，你快尝尝。我不吃。你快尝尝。哎，你尝尝吧，很好吃的，尝尝吧。啊，尝尝呗。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魔力？这乃天子，从来不受人要挟。要是不好吃，好吃吧？不过以你的性子，说不好吃也没人敢反驳。不，好吃，的确好吃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老王，快去排队去。哎，
叫着张涛，再带几个暗卫给我买点。唉，这辛苦了一天，就赚了这么点钱，生意是真难做呀。这东西真是不错，但一天就赚800文，是不是太少了？你懂什么？来买我的东西人这么多啊，他们饿了，是不是得来仙泉楼吃饭啊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先消费带动后消费。今天仙泉酒楼的生意真的好了不少。可一天只赚800文，再加上仙泉楼的分红也没多少。照这样下去，你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那条美人鱼买回来？这后边不还有龙舟大会吗？到时候啊，我们就趁此机会打响名号，咱们这边的人流量还不得翻一翻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有如此真才实学，又深谙治世之道，为什么不做官？做官呀，太难了，我根本就做不了官。李云和，我可是给你报名了明天春风阁的诗词大会。诗词大会？这不听说你会诗词吗？不少人都想领略你的才情，我被一怂恿就报名了。赵子阳，我真是要毁在你手里了，我可是出了名的凤城的目不识丁。哎，李云和，只要你愿意参加，这500两银子就……哎呦，我就知道，赵子瑶姑娘人美心善，诗词什么的我最喜欢了。哈哈。李云和李公子到。李公子，欢迎欢迎。生意兴隆啊。李公子说笑了，我这春风阁的生意还得倚仗你这种人中龙凤、青年才俊呢。孙掌柜，你可不要胡说啊！这春风阁，我可是第一次来。这话说的倒也不错啊，哈哈，确实是成名后第一次来。我说的是这次凤城赈灾，多亏了李公子运筹帷幄，为太守出谋划策，平稳粮价，这才有了凤城百姓民顺安稳。况且李公子提倡的龙舟盛会，吸引了大量文人雅士，这不，我这春风阁的生意也跟着好起来了。李公子啊，里边请。和孙掌柜谈笑风生那位，看着有点面生啊。州府赘婿李云和都不认识？什么？他就是州府赘婿李云和？没错，他就是我那异父异母的赘婿兄弟李云和。夜宿青楼还没被赶出家门？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本人是生的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呀。李公子，你给太守提议举办龙舟盛会，使我迎宾楼的生意好了30%呢。回头一定请你喝2杯。诸位，谬赞，谬赞。看不出来啊，你现在可是凤城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啊！这才哪跟哪儿？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好诗啊，谁写的？自然是我写的。你会写诗？往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家相公我呀，会的东西可多着呢。我家相公，可你喜欢的究竟是周家那个为你打抱不平的长工，还是你的妻子周星宇？啊！镇南侯府世子陆世子到。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诗会吗？他镇南侯府世子来这干什么？大概也是来凑热闹的吧。陆世子，欢迎欢迎，位置已经给您备好了。陈状元，你可知这次诗会为何能招来镇南侯世子，甚至新科状元陈红云？不是因为在诗会上拔得头筹者可以和京城来的花魁共度良宵吗？
这位花魁不是别人，正是孙丞相的孙女薛冰秀。薛冰秀，她怎么来春风阁做花魁了？她这也是为了掩饰身份的无奈之举。据安卫所查，她手里藏有孙丞相留下的先帝遗诏。什么？先帝遗诏？但你不是已经继位了吗？孙丞相手中怎么还会有先帝遗诏？这件事安卫还在查，但自朕登基以来，朝中以宁王为首的大臣们绝对是颇有微词，近年来更是蠢蠢欲动。孙丞相已经因为这份先帝遗诏被暗杀，所以这份先帝遗诏绝对不能落入宁王手中。所以陆奇峰他们的目标就是薛冰秀手中的先帝遗诏。没错，要想获得这份遗诏，必须在诗会上夺魁，才能接近他。李云和此人颇有奇谋，但作诗不比对对子，恐怕他在这次的诗词大会上难堪大用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真不错呀。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哎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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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醒在千年后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你等在万里外那段斑驳的时光，看向云纱铺满长廊，散成旧筑岁月繁华。我拨动经纬，算一句命运的锋芒。孙嫣嫣，孙丞相孙女。孙丞相死后逃离京城，隐姓改名薛冰秀。我愿为你去遮挡这一场风。世间竟有此等倾国倾城的女子。薛冰秀，我爱你。不负过心房，像晚霞落在你的肩上。这墨与灰有我们初见的印象。哼！秀玉，我就随便看看。随便看看，你眼珠子瞪那么直。我可是花了钱呢。什么？你不是你想的那种花钱。那种花钱？反正你等会儿看看就知道了。欢迎各位莅临本次由太守府牵头春风阁举办的诗词大会现场，同时感谢唐贤香云纱对本次大会的鼎力支持。你看，怎么样？
我这广告打的可还满意啊？广告？广告，这叫广而告之。反正啊，就是一种新的宣传方式。香云纱原名响云纱，是纺织界的软黄金，丝绸中的奢侈品。唐贤香云纱更是历经3蒸9煮18晒，超30余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。柔软而富有深骨，轻薄不易起皱，耐穿耐用，舒适透气。这李云和还真是个人才，把响云纱改为香云纱不说，竟然还能想到这样的方法，在诗词大会上宣传香云纱。这个混蛋！本公主花了500两银子参加诗会，她跑这给周家卖香云纱，穿唐贤香云纱，做幸福快乐人。好！唐贤香云纱，周家这是想做什么？响云纱被取消皇家御贡的资格之后，周家急了，想改头换面重新来过。不过这奇怪的法子，倒像是出自周家赘婿李云和之手。李云和，他也来了，在那坐着呢。李云和，本世子正愁怎么收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次诗词大会的主题是这幅画卷中的9字。9？同时呢，也再次感谢一下唐贤香云纱对本次诗词大会画卷的赞助。你说，这薛冰秀就是干活专业。李公子，人家薛花魁可说了，今天谁拔了头筹，是可以入他香闺共度春宵的。你就不心动？在你心中，您家公子就这样的人吗？有点像。不过什么？你说，我们待会儿要不要找孙掌柜再聊一下？今夜薛花魁的这个床单被罩，咱们香云纱也一起赞助了。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点恶心。好了，现在各位可以尽情展示各自的才能了。酒为粮食之精，以酒为体，寓意我奉承以后风调雨顺，粮食充足，妙啊妙啊！哼，世子，大局为重，先拿到丞相留给薛冰秀的先帝遗诏，再收拾这李云和也不迟。本世子忍不了一点儿，我先来。1片2片3、4片5片6片7、8片，若问红花飘哪去，落入香闺都不见。哎呀，好吃！哎呀，好吃！哎呀，好吃！好吃！这个是1片2片，这是3岁小孩的弟弟也会啊！诗就这，我能来一打！1块2块3、4块5块6块7、8块。若问点心去哪儿了？全去肚里不见了。若问红花飘哪去，落入香闺都不见。好诗，的确是好诗。世子果然不愧是未来的镇南侯，大才呀！状元兄，本世子吟这首诗如何呀？世子才情真是举世无双。这能叫好诗？也是啊，他是世子嘛，他就算是拉了一坨大的，别人也会捧着说啊，真像。小点声。
李云和，李云和，我忍你这小子很久了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不是，这春风阁这么多人，他为什么就盯着我呀？你刚刚羞辱他羞辱的那么明显，他能不盯着你吗？这没注意，声音就放大了。世子，好巧啊，你也来世子大会了。本世子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误会，我方才也是惊叹于世子兄的才华，忍不住拍案叫绝，所以才惊扰到世子。这个我对世子的仰慕之情，那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啊！本世子谅你这个目不识丁的泥腿子，你不懂什么叫师吧？世子所言极是，这整个凤城的人都知道，我李云和就是个目不识丁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画上荷花和尚画的，绝对就是出自他之手。李公子，小女子久仰李公子大名，今日得此一见，果真是玉树临风，仪表非凡。不知李公子可否为大家展露一手？李公子，虚花魁都开口相邀了，出来露一手呗。今日群英荟萃，以诗会友，李公子，你好歹也是凤城名人，也做一手呗。承蒙薛花魁和众位的抬爱啊，只不过这诗词并非我李云和所擅长。但是，如果有人对我们这堂前香云纱所感兴趣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们这香云纱呀，李公子，这里是春风阁，不是你周家商铺，还请您适可而止。好，失礼啊。这陆奇峰都已经骑到他头上了，他居然还能面不改色，还在宣传香云纱，简直是荣辱不惊。这不要脸的程度，已经有王公公的9成了。哥，要不我们把他阉了，带回宫里做王公公的接班人，怎么样？又开始了。小姐慎言，李公子胸怀锦绣，有气吞万里山河之势，乃是未来的国之栋梁，哪能跟小人相提并论呢？没劲儿。既然比诗词歌赋，那我也来做一首。这位姑娘，你一个女子来春风阁凑什么热闹？姑娘，莫非你想赢了世子，然后被薛花魁领到闺房？两个女孩子在闺房能干什么？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儿在这儿欺负人家一个姑娘家，有意思吗？这诗写的好与不好，跟是男的是女的有什么关系？我瞅着这姐姐就挺骄傲。这次诗词大会本来就是才子佳人汇聚，自当以文会友，吟诗作对。你们说出如此下作之话，就不怕惹人耻笑吗？姑娘，今日诗会的彩头是什么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你们无耻！舍妹年幼顽皮，请大家不要见怪。既然是诗词大会，那我也来作诗一首。青山难藏下云飞，江湖夜泊客家船。佳人过路烟雨城，红尘当歌醉梦生。公子这首诗既说明了自己来自外来乡，又暗喻小女子途经凤城，结尾以醉契合主题，确实是比世子的诗更好一些，当为全场最佳。太棒了，哥！好诗，好诗，厉害厉害！好诗。这个仙泉楼老板的身份还没查清楚吗？是的，这个还在查。这有废物东西！一点小事办不好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你养着我？现在的镇南侯府还有个屁钱？派出去办事的人都得我自己给钱，你出过一个铜板吗？
还有谁想要作诗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便是赵老板拔得头筹。我宣布，今日诗词大会的获胜者是且慢！本状元今日也新作了一首诗，想请薛花魁点评一二。状元郎都准备好下场了吗？可惜了，要是陈状元不出手，刚才那哥们儿就稳了。状元郎出手，刚才的兄弟没希望喽。这混蛋殿试还没过，只是笔试底就敢到处宣称自己是状元。他要是坏了朕的好事，我让他这辈子都当不了状元。醉卧美人膝，醒来美酒香。人生得如此，何求诸此伤？好，绝世好诗！哎呦，状元兄一出手，果真是绝妙无双啊！好，绝世好诗。世子还看着呢。既然状元郎出手了，无论好坏，这个面子必须得给。哎呦，不愧是状元兄啊！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人。没有可是。那赵云卓不过一仙泉楼老板，除了有点钱，啥也不是。哥，你赶紧再多想几首啊！作诗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快再想想。作诗是需要灵感的好吗？你懂什么？王公公，你来。小姐，小的不行啊，小的目不识丁，整个京城都是知道的。难道你们就要眼睁睁看着镇南侯府的人夺魁拿走那东西吗？公子，小的虽然识字，但真的不会作诗啊。况且这陈侯云还未参加殿试，却有真才实学。难道真的没人能压过陈红云？对啊，我怎么把这家伙给忘了？陈兄真是胸怀山河，口吐锦绣，不愧是当朝的状元郎啊！状元兄一出手，果然是盖世无敌，力压群雄，厉害厉害呀！怎么，本世子的诗不好吗？没有，世子和状元兄可并称我大秦的诗坛双璧呀！不错，世子才情举世无双，若无心诗词对仗，恐怕早已如月当空，辉映大前文坛。状元兄，李云和，你快帮帮忙，压一压陈红云他们嚣张的气焰。别闹了，人家可是状元。再说了，你没看那些人都在祝贺他吗？只要你肯帮忙，我就给你500两银子。娇姑娘，你莫不是不知道“状元”这2个字的含金量吗？那可是圣上钦点，那才华横压一代人。既没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莫非这狗东西事先给的钱少？还有谁要作诗吗？那么我宣布，林玉和，只要你能赢过陈红云，我就把仙泉楼分你一半。今日夺魁的是新科状元。说好了，搬走酒楼，再加500两银子。孙掌柜，我这还没出手呢，你怎么就提前宣布大赛结束了呢？
李公子，这是想要跟新科状元郎争一争今日的魁首。李云和呀，这作诗可不是对对子呀，你要想清楚了再开口，免得自取其辱。哼，目不识丁的泥腿子，侥幸赢了本世子一回，就敢叫嚣我陈兄？你可知道新科状元4个字的含金量？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李云和，凭你也想在诗词大会上赢本状元？我告诉你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不气盛，那能叫年轻人吗？嚣张跋扈，简直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，真是不得了！个赘婿，有什么资格和状元郎同台竞技？你家没镜子呀？你多喝2口水，总有尿吧？也不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敢和状元郎赌？你不会以为诗词都很简单吧？世子啊，我都忘了，之前是谁在周家门口给我对对子，对到昏厥的？世子，你不会又对不出来吧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努力赚钱，就是为了能早点把你赎出周家。李云和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我觉得呀，他肯定是慑于世子和陈状元的才情，看似语出惊人，然后偷偷跑路。蠢货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白痴？世子放心，他既然敢跳出来坏事，今日我必让他名声扫地，钉死在那耻辱柱上。他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是了，这次又给了他多少钱？半座仙泉楼，外加500两银子。半座仙泉楼？他已经有2成股份，你再给他5成，那我们不当成外人了？薛冰秀手中的东西关乎大钱的江山社稷，你这个时候还在担心钱啊？我不是心疼钱，他是有点才华，但是在诗词上怎么可能赢得了陈红云？这钱不是白花了吗？爷爷的死牵扯极广，我手中的遗诏又终究要选人脱手，倒不如让这个李云和出手，把水搅浑。李公子，既有所才能，直接在看台上展示一番便是。小月，你待会儿就好好坐下，离我远一点点，因为我呀要开始装逼了。嘿，小子，这个时候开始喝酒了？不会是怯场了吧？我告诉你了，晚了，你就是想到尿裤子也没用了。不就是以酒为题的诗词吗？我做一首给你便是。听好了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？你家的黄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这也配叫诗啊？好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气势磅礴，浑然天成，堪称千古绝句啊！君不见高堂明镜微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好诗啊！
好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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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厉害，太好了，这是真好诗，好诗。好诗，好诗，绝句啊！好诗啊，真的好诗，简直是旷古奇才，惊为天人呐！这厮搞得人家七上八下的，要是真淹了他，还挺可惜的。公子，有李公子的这首诗在，您要谋的是稳了，就是这仙泉酒楼，怕是要易主了。你不懂啊，以这首祝酒诗的分量，别说半座仙泉楼，就是10座、100座，都远不及啊。本公主的眼光举世无双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世间怎么能有人做出这样的事？纵观华夏历史5000年，新科状元如过江之鲫，但诗仙李太白的《将进酒》却是堪称酒诗中的巅峰。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李云鹤，你如实交代，这是哪抄的？这也不可能，那也不可能。陆启峰，你来来回回就只会这一句词是吗？一句祝酒诗而已，我再来一首，又有何妨？你要给我听好了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，举酒欲饮无管弦。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将近月。座中泣下谁最多？下得状元裤子湿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2首诗，随便一首都能名垂千古，得一首已是万幸，哪能如你这般想做就做？荒谬！这2首诗不是李云和写的，难道还是你写的？闭嘴！你一个商贾俗人，怎么可能做2首气象不同的诗？根本是抄袭的。是的。卓兄不必同他们理论，既然这位状元兄不相信是我做的，我再做一首便是。哼，老子小学的时候啊，这些诗都能背几百首了。听好了。怎么了这是？状元说啊，